2025年3月31号，巴黎法院裁定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庞勒挪用欧洲资金罪名成立，被判4年监禁，并禁止竞选公职5年。这位马克龙曾经的最大对手无缘下届法国大选了。这不仅让人怀疑背后有马克龙在推波助澜，此事也将马克龙推向了风口浪尖。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执政法国的政治明星，号称俄乌战争中的调解人，却被普京步步紧逼，最终变成力挺乌克兰的领头人。2025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马克龙对战争的态度经历了显著的转变过程。战争初期，马克龙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他积极与俄总统普京进行沟通，多次通话并举行面对面会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推动俄乌双方进行和平谈判，缓解紧张局势。他深知战争对欧洲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希望通过对话和协商来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在这一阶段，马克龙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主张欧洲在俄乌问题上发挥独立的作用。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局势变化，马克龙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频繁地释放对俄强硬的惊人之举，扬言不排除派兵支援乌克兰，到声称未来可能有必要行动，俨然成为了挺乌反俄最为鹰派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之一。他强调俄罗斯不可以也不应当取胜，认为俄乌冲突对法国乃至欧洲来说是被迫卷入的生存危机，除了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法国别无选择。马克龙态度转变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考虑的。从战争局势来看，俄乌战场的形势发展超出了预期，乌克兰在战争中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使得马克龙认为需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以确保乌克兰能够在战争中保持一定的实力。从美国大选前景来看，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对马克龙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如果美国在大选后改变了对俄乌战争的支持，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欧洲将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因此，马克龙希望通过展示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来稳定欧洲局势，并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马克龙从俄乌战争初期的调解人到如今的鹰派立场的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争议。例如，马克龙提出派兵等军事介入言论，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动机和战略意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法国一直渴望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俄乌冲突为法国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积极介入，马克龙试图提升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重塑法国大国地位。组建乌克兰安全保障部队，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更标志着法国正式向欧洲领导权发起冲击，改写2战以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军事战略层面，马克龙希望通过展示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增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力。他强调不排除任何选项，制造对俄威慑的战略模糊，试图迫使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做出让步。同时，这也是对乌克兰的一种支持姿态，鼓励乌克兰继续抵抗，维持战争的僵持局面，以实现法国所期望的致使俄落败但不与俄交战的目标。但除了各种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外，经济利益也是马克龙考虑的因素之一。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法国阵风战斗机已经斩获了印度、阿联酋、埃及等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订单。通过军事介入俄乌冲突，法国可以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军火市场的地位，推动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法国经济带来更多的利益。然而，马克龙的军事介入言论引发了法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应。在法国国内呢，一些人对派兵的主张表示担忧，担心这会使法国卷入战争，带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可能会因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发起抗议活动，给马克龙政府带来政治压力。在国际社会，美德等国第一时间撇清了关系，显示出对法国军事介入言论的谨慎态度。美国白宫官员嘲笑法国主持的志愿者联盟峰会仅仅是表面功夫，说明美国对法国的行动并不看好。
此外，俄罗斯也会对法国的军事介入言论做出强硬回应，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俄乌冲突的紧张局势，给欧洲安全和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在俄乌战争的复杂局势中，马克龙并非仅展现出强硬的一面，也曾为推动和平做出诸多努力和尝试。战争初期，马克龙积极扮演调解人角色，频繁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多次通话并举行面对面会谈。他深知战争对欧洲安全与稳定的严重威胁，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推动俄乌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以缓解紧张局势。他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主张欧洲在俄乌问题上发挥独立作用，而非完全跟随美国立场。这一时期的努力体现了他对和平解决冲突的期望。马克龙还牵头组织了相关会议，召集西方多国领导人共同讨论支援乌克兰以及推动和平的问题。他试图在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地区和平之间寻找平衡，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促使俄乌双方回到谈判桌前。然而，马克龙的调解方案存在一定的可行性和局限性。从可行性方面来看，他作为法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其调解行动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的关注，为和平谈判营造一定的舆论氛围。而他强调欧洲自主战略有助于团结欧洲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调解力量，增加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俄乌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例如领土争端、安全保障等，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调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俄乌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立场和利益诉求。美国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并不希望战争过早结束，这给马克龙的调解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外部阻力。此外，他自身态度的转变，从调解人变为鹰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在和平调解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尽管马克龙为推动俄乌和平做出了努力，但要真正实现和平，仍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挑战和困难。马克龙的政治生涯比大多数人都要顺利，他毕业于巴黎第10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早期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不过，他真正踏上政治舞台后，迅速开启了一段令人瞩目的崛起之路。2012年，马克龙迎来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他被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任命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充分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为后续的政治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资源。2014年，马克龙出任经济部长，任职期他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主张开放市场，鼓励创新，以提升法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些举措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也让他在法国政坛名声鹊起，成为备受关注的政治新星。2016年，马克龙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脱离传统政党，创立了前进运动。这一新兴的政治力量代表着变革与希望，吸引了众多法国民众的支持。2017年，马克龙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并成功当选为法国总统。年仅39岁的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也为法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开启了法国政治的新时代。从执政以来，马克龙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和计划，旨在推动法国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并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在经济领域，致力于推行自由化改革，他主张放宽劳动力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更多的雇佣和解雇的灵活性，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例如，他推动修改劳动法，简化企业裁员程序，允许企业与员工就工作时间、薪酬等问题进行更灵活的协商。在税收政策方面，他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
他还致力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出售部分国有企业股份，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在社会领域，马克龙关注教育和培训改革，他提出要提高法国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以满足市场对不同技能人才的需求。他计划增加对教育投入，改善学校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同时推动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此外，他还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推广绿色交通等。马克龙在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决策，对法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在政治层面，马克龙的决策引发了国内政治分歧。他从调解人到鹰派的态度转变，使部分民众对其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和自主性产生质疑，削弱了他在外交战略自主传统上的公信力。一些政治势力借此批评政府，导致国内政治氛围更加复杂，增加了马克龙政府在国内推行政策的难度。经济方面，虽然军事介入言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国军事工业发展，阵风战机获得大量订单，但也带来潜在风险。派兵主张引发民众担忧，可能影响国内消费和投资信心。同时，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中断给法国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和民众生活负担。社会层面，他的决策加剧了社会分裂，部分民众支持政府对乌强硬立场，认为这是维护欧洲安全的必要举措，而另一部分民众则担心战争扩大化，反对军事介入，多次组织抗议活动。这种社会分歧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稳定。总体而言，马克龙在俄乌战争上的决策对法国国内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影响。国际社会对马克龙在俄乌战争中政治决策和表现看法不一，部分国家对他早期积极调解的努力表示认可。他在战争初期频繁与俄罗斯沟通，试图推动和平谈判，展现出了一定的外交智慧和责任感。这种为和平解决冲突而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国家的赞赏，认为他在维护欧洲安全稳定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不少国家对马克龙后期态度的转变是提出质疑。他从调解人变成鹰派，主张军事介入的言论引发诸多争议。俄罗斯方面必然是对马克龙态度的转变和军事介入言论持强硬反对立场，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挑衅，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此外，一些中立国家也担忧马克龙的决策会使俄乌冲突更加复杂，不利于和平的早日实现。总而言之，他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和不同评价。总的来说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马克龙始终致力于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一理念贯穿了他的政治生涯，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他深知欧洲如果想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实现战略自主是必经之路。马克龙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举措涉及了法国多个方面。在军事领域，积极倡导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认为欧洲不能仅仅依赖北约来保障自身安全，应拥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为此，他推动了欧洲防务基金的设立，旨在加强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与研发，提高欧洲的军事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此外，他还呼吁建立欧洲干预部队，以便在欧洲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维护欧洲的安全利益。在外交政策方面，马克龙主张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独立的作用。他强调，欧洲应该在气候变化、贸易政策、地区冲突等问题上形成统一的立场。在安全层面，他希望通过建立独立的防务体系，减少欧洲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增强欧洲自身的安全保障能力。经济层面，他希望欧洲能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通过加强内部合作和统一对外政策，提高欧洲的经济竞争力。而政治层面，
他希望欧洲能够成为全球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然而，马克龙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在内部，欧洲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立场，协调统一的行动并非易事。一些国家对建立独立的防务体系存在疑虑，担心会增加财政负担或削弱北约的作用。在外部，美国对欧洲战略自主持警惕态度，担心欧洲的独立会削弱其在欧洲的影响力。此外，俄罗斯等其他大国也会对欧洲的战略调整做出反应，增加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复杂性。尽管面临重重困难，马克龙依然坚定地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他的努力和尝试为欧洲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可能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